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，默默关注了好多年，却一直没有好意思表白？巴菲特就有这么一个梦中情人，只不过呢，他是一只股票，叫 Gecko。他20岁那年就爱上了他，从此默默盯着看了20多年。可等他终于鼓起勇气表白的那天，这个梦中情人正躺在 ICU 里奄奄一息，股价从61块直接崩到2块，跌掉了整整97%。所有人都在急着割肉逃命，巴菲特却笑了。他不仅不跑，反手就是一记超级梭哈。欢迎来到小 A 读书圈，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经成长频道。今天我们继续解读巴菲特唯一认可的官方传记《滚雪球》。上集说到，巴菲特和芒格被证监会折磨了2年，最后总算洗清冤屈，全身而退。打那以后，俩人就寻思着，咱们干脆合体算了。于是巴菲特动手，把那一堆套娃公司一家家全部并进了伯克希尔哈撒韦。芒格也正式坐上了副董事长的位置。从此八芒不分家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当时恰逢美国大熊市，俩人揣着大笔现金，坐在一片哀嚎里，静静等待着便宜的好货。结果没过多久，那个让老爸惦记了半辈子的白月光 Gecko 保险真的出事儿了。大家还记得吧？ Gecko 这只股票是巴菲特人生中第一笔真正意义上的重仓股。当年上大学的时候，他意外发现自己的偶像格雷厄姆居然是 Gecko 董事长。他二话不说，在周六直接闯进人家总部大楼，拽着一位值班高管狂问了整整4个小时。也就是在那一天，他对这门生意一见钟情，回去后几乎把全部身家都押了进去。后来毕业回老家当股票推销员，老爸也是啥都不推，就只给别人安利这一只股票。打那以后 Gecko 就成了巴菲特心口的朱砂痣，追踪研究了整整20多年。那他怎么突然就躺进 ICU 了呢？其实 Gecko 本来真的是个赚钱机器，他专门给政府雇员卖车险，这帮人出险率极低，公司的运营成本也极低，每天就躺着闷声赚大钱。可后来换了管理层，新官上任开始飘了，大声喊出增长增长，我们要追寻100万投保人。为了冲规模，他们开始来者不拒，3教9流的客户照单全收，股价也被一路炒到了$61。可问题来了，投保的烂客户多了，那出车祸的概率也就大增，而公司的管理层严重低估了未来需要赔出去的钱，说白了就是账上的赔款准备金根本不够赔的。1975年，巴菲特翻出 Gecko 的财报，随手在草稿纸上算了一下他的准备金，顿时吓出一身冷汗。他趁着去华盛顿开华盛顿邮报董事会的空档，顺路拐到了 Gecko 总部，去见他们的 CEO 诺姆吉登。本来想好心提个醒儿，结果呢，对方傲慢得很，根本听不进去，用几句客套话就把老爸敷衍了过去。得嘞，热脸贴了冷屁股，巴菲特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这家他深爱了20年的公司一头撞向毁灭的深渊。到了1976年初，这个大雷终于彻底爆了。Gecko 公布财报，去年巨亏了1.9亿美元，直接停发红利。这在资本市场上无异于向所有人宣告，老子要破产了。股价瞬间自由落体，从61美元一路摔到2美元。无数老股东眼看着自己97%的身家瞬间蒸发，心态彻底崩溃，开始不计成本的疯狂踩踏抛售。当然，这里面也有死扛着不卖的铁头娃。头一个就是巴菲特的老师格雷厄姆，这位价值投资的祖师爷，这会儿都82岁了，看都懒得看，一股不卖。还有当年给大学生小巴上过4个小时保险课的戴维森，也是一股没动。但最惨的是创始人的儿子，因为扛不住压力割肉清仓，最后落得穷困潦倒。而此时此刻，那个守了20年的钓鱼佬终于闻到了久违的血腥味儿。老爸觉得这个味道跟当年抄底美国运通一模一样啊。他判断 Gecko 的核心商业模式并没有烂，烂的只是管理层。只要来一个能救场的猛人，他很快就能起死回生。很快 Gecko 的临时主席巴特勒还真就挖到了一位猛人，他叫杰克·拜恩，43岁，精算师出身，是个商业天才。他29岁就自己创业做保险，成了100万富翁。之前在旅行者保险当高管，因为没能当上 CEO， 一气之下辞职在家，正闲得发慌呢。巴特勒知道拜恩这人有点自负，直接一个电话打过去给他戴高帽。杰克啊，你要是能救活 Gecko， 那你不仅做了一桩生意，更是为整个美国经济排掉了一颗毁灭性的大雷呀。拜恩一听，热血上头，
二话不说就接下了这桩苦差事。但与此同时，保险监理官给 Gecko 下了最后通牒，必须要在6月底之前筹到足够多的资金，而且还得让其他保险公司给 Gecko 的保单做担保，这在行话里就叫再保险。说白了，就是要让拜恩舔着脸去求同行们帮他分摊风险。可商业竞争是残酷的，同行们一算账，你 Gecko 要是死了，我们正好少个对手，谁肯救你啊？大家都翻脸不认人。拜恩快要被逼疯了，刚上任3周就开始怀疑人生。就在这时，巴菲特出手了，他托凯瑟琳·格雷厄姆牵线，想约拜恩见一面。结果搞笑的是，拜恩当时没听过巴菲特这3个字，撇了撇嘴说：“巴菲特，这人谁啊？不见。”直接就给人推了。还是老朋友戴维森听说后，急得打电话痛骂他：“你这个白痴，你居然拒绝了沃伦·巴菲特的见面邀请，赶紧去给我道歉！”拜恩这才屁颠屁颠的跑来赔罪。1976年的一个深夜，在凯瑟琳华盛顿的豪宅里，巴菲特坐在壁炉旁，静静地等着他。拜恩红着脸进门，局促不安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，巴菲特就像审讯犯人一样，对拜恩进行了剥茧抽丝式的疯狂提问：你怎么避免破产？你下一步的具体计划是什么？你准备从哪儿弄钱？老爸其实就想看清楚一件事儿，眼前这个人到底是真有2把刷子，还是一个脑子空空的吹牛大王？聊到最后，巴菲特心里有底了。杰克·拜恩不仅懂精算，而且逻辑极强，还是个超一流的演说家和推销员，这正是 Gecko 最需要的掌舵人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就下令先买50万美元的 Gecko， 市场上只要有就给我拼命扫货。最后，他一口气扫到了价值400万美元的股票。为了这一天，他整整等了20年。现在鱼儿终于咬钩了。但光靠巴菲特一个人还救不活 Gecko， 拜恩还必须说服华尔街的资本大佬。他跑遍了各大投行，处处碰壁。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是华尔街的老牌巨头所罗门兄弟。拜恩找到了所罗门大佬约翰·古特·弗洛伊德，他口干舌燥地讲了一晚上，对方始终黑着脸，慢悠悠地摆弄着一根名贵的古巴雪茄，一言不发。拜恩心里一凉，完了，这肯定黄了。可没想到，古特·弗洛伊德突然放下雪茄，指着他说：“我接下了，你这家伙找对了方向，你们公司找对了人。”所罗门兄弟答应报销7600万美元的 Gecko 可转换优先股，而巴菲特则在旁边放出狠话说：“如果这批股票在市场上没人要，我沃伦·巴菲特按高于市场的价格全部都抵。”哇塞！有股神这张金字招牌做信用背书，市场信心一下子就起来了。短短几周内，居然有27家保险公司主动跑上门来，要求分摊再保险业务。Gecko 的股价很快就翻了3倍。那钱到位了，接下来就看拜恩这个救火队长的了。这哥们儿是真的猛。他每天进公司，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帽子往几十英尺高的天花板上猛地一扔，大声向所有人咆哮问好。他开始施展雷霆手段，直接砍掉了40%的垃圾客户，砍掉了1半的人寿险业务，只保留了最赚钱的7个州的生意。他开会能一口气折腾你15个小时，谁要是说废话，他直接指着大门：“你滚吧，换人。”为了给员工冲业绩打气，他还戴上高高的厨师帽，亲自在公司大食堂给大家煮超级难吃的爱尔兰炖萝卜泥。在新泽西州，当地的监管机构拒绝让他涨保费，拜恩直接把营业执照往人家桌上一拍，冷笑一声：“哼，那我们不干了。”当天下午，他直接就裁掉了新泽西分公司的2000名员工，给3万名当地的投保人发电报，让他们另找东家。就靠着这股子疯劲儿 ，Gecko 真的被他从火葬场里抬了出来。这笔交易也成了巴菲特投资史上最经典的封神抄底之一。而且别忘了，保险公司最值钱的就是那笔浮存金。Gecko 起死回生，等于又给老爸塞了一台源源不断的印钞机，一抱就是几十年。所以你看，顶级的投资机会往往只藏在这样一个公式里：好生意加暂时的烂管理，再加上市场的极度恐慌。只要这门生意的核心护城河没崩，别人越是吓得屁滚尿流，就越是你该贪婪的时候。说真的，这道理我也是读了好多遍巴菲特芒格的书才慢慢悟透的。1976年6月，巴菲特的大女儿 Susie 在加州纽波特海滩结婚了，新郎是个金发碧眼的冲浪小伙儿。不过说实话，巴菲特2口子心里都清楚，这婚姻8成长久不了，但还是尊重了女儿的选择。在婚礼上，老爸再次贡献了笑死人的名场面，你们还记得吧？
当年他自己结婚，紧张到要摘掉眼镜数数来缓解焦虑，这回当爹了也没好到哪儿去。他在教堂后面等着牵女儿的手走红毯，憋了半天，红着脸对女儿悄悄说：“苏西，一会儿千万别看我，我裤子拉链开了。”苏西当场差点笑喷，紧张感瞬间烟消云散。等婚礼结束，女儿请的那支迷幻摇滚乐队直接甩给老爸一张$4000的现金账单。看着这账单，我们的抠门老爸心疼的差点当场背气了。此时，孩子们都已经长大，开始各奔东西。苏西卖了自己的股票，换了一辆保时捷和一套旧金山的公寓。郝一也卖了点股票，买了一辆二手挖掘机，跑去当工头盖房子。小儿子彼得呢，则顺利考入了斯坦福大学。但家里真正发生巨变的是妻子苏珊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一个人默默扛着整个家，其实早就累了。也正是这2年，在朋友的鼓励下，苏珊第一次走上了夜总会的舞台，当了一名业余歌手。他当时紧张极了，特意叮嘱沃伦绝对不许来看他唱歌。当唱完最后一首歌，台下35名观众起立为他鼓掌。那一刻，苏珊第一次觉得，原来自己不只是那个附属品巴菲特夫人，她也是可以独立而闪闪发光的苏珊·巴菲特。打那以后，他留在奥马哈家里的时间就越来越少。不过这个关于家庭的转折，我们留到后面再说。因为在这个档口，巴菲特和芒格又一起跳进了一个超级大火坑，战场就在纽约州的布法罗。自从靠报纸拿了普利策奖，巴菲特和芒格就一心想搭个报业帝国，满世界找好报纸，找了好多年。终于在1977年的春天，他们通过蓝筹印花，花了$3550万买下了布法罗晚报。这是他们当时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现金收购。可是呢，布法罗这个城市又冷又破，正值美国传统工业衰退，工厂满街萧条。更糟糕的是，这里并不是巴菲特最想要的那种独家报纸城，因为当时在布法罗还有另外一家报纸在跟他们抢市场，叫《信使快报》。但巴菲特坚信自己那套胖者生存法则。他说，经济规律决定了一座大城市最后只能活下一家报纸，这里没有第2名，也没有救援队。但数据也确实支持他的逻辑。1920年，美国有700个城市同时拥有2家报纸，然而到了1977年，只剩下不到50个城市了。平时老爸的晚报在工作日的销量是对手的2倍，可对手快报却靠着周末版吊着最后一口气，光周末版就占了他60%的收入。晚报的主编莫里莱特一直想推出周末版干掉对手，但钱老板胆子比较小，一直不同意。如今换了巴菲特和芒格掌舵，那还等什么？拼了！芒格撂下一句狠话：要竞争，那就只能按老规矩来，拼个你死我活。为了赢，他们火力全开，宣布晚报的周末版上线，前5个星期免费送，之后再打折促销。老爸甚至还把脑子动到了供应链上。他发现从加拿大运新闻纸的运费贵得离谱，于是他把7家新闻纸的供应商全部巴菲特化了。可就在周末版上线前2周，对手《信使快报》使出了一记阴招，他们一纸诉状把布法罗晚报告上了法庭，罪名是垄断竞争，告他们企图用恶意的免费和打折促销把小报纸活活挤死。对手还打了一场漂亮的舆论战，天天在自家头版写连载故事，把自己包装成被恶霸欺负的可怜仔。而巴菲特呢，则被描绘成要赶尽杀绝的外来恶魔。这招在当地特别好使，因为满城都是失业工人，本来就恨外来资本家，舆论瞬间倒向了对手。更倒霉的是，在此之前，《华尔街日报》发表了一篇报道，里面就引用了巴菲特朋友的话。他说，沃伦就是喜欢拥有垄断地位的报纸，因为那就像一座不受约束的收费大桥，想涨价就涨价。本来人家是好意评价，结果法庭上对方律师把这份报纸高高举起，法官越看巴菲特越不顺眼儿。1977年11月，法官颁布了初步禁令，周日版可以出，但不许免费，也不许打折，而且用户必须每周填一张表才能订报纸，这不纯纯恶心人吗？对手敲锣打鼓地庆祝胜利，而布法罗晚报则瞬间陷入泥潭，瞬间从微薄盈利变成了一年倒亏$140万。1979年，亏损扩大到税前500万，到了1980年，累计亏损高达$1000万。巴菲特做生意了一辈子，从来没见过亏钱亏得这么快的，他是真的慌了。他赶紧派出大将斯坦利普西去救火，芒格也从洛杉矶调来一支精锐部队。不过这场仗最让人心疼的其实是芒格。
就在布法洛血战最惨烈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垮了，多年的白内障把他的左眼折磨得实在不行，最后做了手术。结果呢，摊上一种极其罕见的并发症，他的眼球里长出了一种异常组织，像癌细胞一样疯长，死死压着视神经，疼得他每天都要抓狂了。到最后实在无法忍受，芒格做了个痛苦的决定，让医生把他的左眼球整个摘掉，换上了一只玻璃假眼。那段日子，这个坚强了一辈子的男人形容自己就像一只受了致命伤的野兽，疼到连洗澡时站立都做不到，甚至一度悲观地对巴菲特说自己不想活了，因为太怕再受一次那种罪了。他索性连右眼的白内障手术都不做了，宁愿戴着一副超级无敌厚的老式眼镜，靠微弱的视力勉强看清世界。但就在这么个状态下，这个独眼老头还咬着牙陪老爸打完了布法罗这场仗。1979年4月，他们终于迎来了转机。联邦上诉法院一致推翻了此前法官的裁决。判决书中写道，不能允许任何人利用反垄断法作为挡箭牌来逃避健康的市场竞争。终于赢了，但这胜利赢得太惨，这是巴芒当时经历过的所有生意里亏得最狠的一次。直到1981年底，巴菲特才把年亏损控制在150万美元，只有对手的一半。胖者生存的天平开始倒向了他们这边。没过多久，对手终于撑不住了，想把自己卖给传媒大亨默多克。结果呢，工会不肯减薪，没谈拢。1982年9月，《信使快报》正式停刊，从此布法罗就真的只剩一份报纸了。布法罗晚报随即改名布法罗新闻报，开启了垄断后的暴利时代。仅仅1年后，他的税前利润就狂飙到了1900万美元。不仅把之前亏的全部赚了回来，往后几十年更是成了伯克希尔的又一个现金奶牛。那这里我再给你们插播一个极具时代讽刺意味的趣事儿：1979年前后，整个美股都死气沉沉的，道指趴在800点附近，通胀高达2位数。著名的商业周刊甚至在封面打出4个大字：股票已死，声称傻子才会买股票。当时全美国的人都在疯狂抢黄金、钻石还有名画，高喊着持有现金就是垃圾。嘿，你猜这个时候谁也在劝大家疯狂清仓买金？一个25、6岁的小年轻叫史蒂夫·乔布斯，就是苹果那个乔布斯。他当时是格林奈尔学院的理事，他在那使劲劝投资委员会赶紧卖掉所有股票，买进黄金。好在大家都没听他的，因为这个委员会的幕后顾问是巴菲特。而老巴的观点正好相反，他在福布斯上发表文章说，现在正是买股票的最佳时机，等大家都看好了你再进场，就只能高价买了。果不其然，黄金泡沫很快破裂，美股迎来了历史上最长的一轮大牛市。此时，巴菲特的商业帝国已经突破了5亿美元大关，可他这辈子真正的滑铁卢从来都不在股市，而在家里。某一天，当他终于回到那个家，他看见妻子苏珊已经默默收拾好了行李，他要走了。这个为他奉献了前半生的女人，为什么在巴菲特声望达到顶点的时候选择离开？他们的婚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我们下集接着聊。